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和田秀树医生所著的《60岁该重新开始的100件事》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只要毫不犹豫地坚持做这个惊人习惯，身体状况就会显著改善，人生也能尽情享受。第二，即便到了60岁，仍被误认为40多岁的人，全都掌握了这个返老还童的习惯。首战是第一部分，只要毫不犹豫地坚持做这个惊人习惯，身体状况就会显著改善，人生也能尽情享受。首先要介绍的第一个惊人习惯是早餐吃肉。坚持这个习惯不仅能让身体状况大幅提升，还能显著延长健康寿命。大家常听到的说法是，随着年龄增长应该尽量少吃肉，但本书的作者和田先生却认为，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反而应该积极摄入肉类。原因在于，随着年龄增长，构建肌肉所需的蛋白质以及能促进幸福感的血清素等激素的合成会逐渐不足，而这些都需要以肉类为原料。肉类富含氨基酸，是合成肌肉和激素的重要原料。其中，血清素不仅可以提升抑郁，还能缓解焦虑，因此通过摄入肉类，可以同时保持身体和心理的活力。此外，谈到肉类，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胆固醇问题，但最近的研究显示，胆固醇稍高的人，其因癌症导致的死亡率反而较低。另一方面，胆固醇过低的人则更容易患上抑郁症。原因在于，胆固醇是合成与抑郁相关的重要激素，睾酮的原料，因此积极摄入肉类，获取胆固醇，对健康是有益的。书中还指出，肉类最好在上午食用，因为早晨肝脏的代谢最为活跃，蛋白质更易被消化吸收，因此作者推荐在早餐中积极加入肉类。至于选择哪种肉类，牛肉、猪肉等都可以，吃自己喜欢的即可。不过如果长期只吃同一种肉，可能会导致迟发型食物过敏。因此，从获取多种营养的角度来看，最好搭配多种肉类一起食用。此外，我们的肠道菌群会因为摄入多样化的食物而更加多样化，因此平时尽量多样化地摄入各种肉类是最理想的。而多样化饮食的原则不仅适用于肉类，蔬菜、鱼类也一样，尽量多种多样、均衡的摄入，才是最健康的饮食方式。第二个惊人习惯，轻微腰痛时不要过度休息，反而要积极外出。腰痛困扰着许多人，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慢性腰痛比急性腰痛更常见。慢性腰痛指疼痛持续超过3个月或反复发作，有时会表现为灼烧感或沉重钝痛。慢性腰痛的主要原因有5个：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经常前倾或半蹲，缺乏运动，下肢和腰部肌肉力量下降，过度劳动或运动造成肌肉疲劳，坐垫或床垫过软或过硬，身体受凉会导致血液循环不良，从而加重腰痛。很多人因腰痛而减少活动，形成恶性循环。过度静养会导致身体功能下降，因此腰痛时不宜过度休息，适度活动更为重要。此外，锻炼腹部肌肉也能保护腰部。腰部受到腹肌的支撑，腹肌就像保护腰椎的铠甲，平时可以有意识地收紧肚子下方的肌肉丹田位置，锻炼腹部深层肌肉和骨盆底肌群。日常姿势也很关键，避免驼背或过度后仰。即使腰稍痛，也要在不勉强的范围内活动身体，这样可以延缓身体衰退，长时间保持健康活力。第3个惊人习惯，增加步幅1厘米，进行快走。近年来，健康寿命能自立行走的时间比生物学寿命更受关注。即使寿命很长，如果60岁就无法行走，剩下的岁月也只能卧床。而如果寿命稍短但能一直自己行走，则更幸福。为了延长健康寿命，建议尝试快走，即使只增加1厘米步幅，也能自然提升步速。等足腰力量增强后，
可适度增加步幅，但不要过大，以免受伤。快走能给骨骼适度刺激，保持骨骼强度，从而延长健康寿命。研究显示，步幅过小也会提高认知症风险，因此，日常生活中应保持步幅稍宽并快步行走。不过，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快走时需注意安全，避免跌倒，即便轻微受伤，也可能导致肌肉大量流失。因此，安全第一。第4个惊人习惯，不要过于在意健忘。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会因为记忆力下降而担心自己是否患上了认知症。实际上，健忘的原因不仅仅是认知症，还可能与抑郁症等多种因素有关。老化引起的健忘通常只是忘记事情的部分内容，而且自己知道自己忘了什么，这是正常的年龄相关变化，无需过度担心。认知症几乎没有有效治疗，而普通的健忘可以通过日常记录和提醒来改善。买的东西或约定事项随时记笔记，设置日历或提醒应用程序，记录日记，方便回忆人名和生日。大脑无法记住所有信息，忘记是自然现象。书中作者指出，人生中约80%的事情可以被遗忘，因此对健忘无需过度焦虑，以轻松心态面对生活更为重要。另一方面，更需注意的是退休抑郁，退休后突然失去目标而陷入抑郁。研究显示，60多岁人群中抑郁症的发病率高于认知症。作者建议，避免退休抑郁，最重要的是放下应该怎样的思维，不必勉强自己去工作或服务社会，你的价值和存在意义不会因此消失。第5个惊人习惯，不要勉强早睡早起。随着年龄增长，睡眠问题变得常见，入睡困难或睡眠浅，体内时钟变化和激素波动是主要原因。此时，强迫自己入睡只会增加压力，反而更难入眠。此外，长时间躺在床上但无法入睡，会让大脑把床与清醒联系起来，使睡眠问题加重。因此，睡眠质量不佳时，应放弃强制早睡，自然困了再上床即可。入床30分钟仍未入睡，可起床活动，避免长时间午睡超过30分钟或下午3点后。重点是不要勉强睡觉，顺应身体自然节奏，才能获得更好的睡眠质量。第6个惊人习惯，不要盲目听从医生。到了60岁左右，很多人都有固定的医院和主治医生，但你的医生真的值得信赖吗？他是否耐心回答你的疑问，关注你的不安？很多人习惯性认为医生的话绝对正确，却不敢提出疑问。长期服用多种药物可能带来副作用。研究显示，高龄人群服用5种以上药物的跌倒风险是服用4种以下的2倍。为了避免副作用和不必要的健康风险，如果医生只是习惯性开药，而没有真正倾听你的情况，最好换医生。书中作者指出，最好的患者是能够听取医生建议，同时自己做判断的人。医生并非万能神，患者应学会倾听自己身体和心理的声音，主动表达疑虑。第7个惊人习惯，不要过度降低血压和胆固醇。健康检查结果让很多人紧张，但健康不能仅凭数字判断，血压、血糖、胆固醇等指标低不一定好。研究显示，100岁老人中超过一半胆固醇偏高，胆固醇有助于增强免疫力，降低癌症风险。此外，体检数据会受到前日饮食、当天状态等多种因素影响。一次异常并不意味着健康有问题，过分在意数字可能带来心理压力，反而诱发疾病。因此，应避免因体检数据过度紧张。第8个惊人习惯，不要运动过量。运动有益健康，延长寿命，但过度运动反而可能带来伤害，加速老化。激烈运动或过量肌力训练可能损伤细胞，导致不可逆伤害。作者建议运动应适度、长期、愉快，而非盲目追求他人标准。每天轻松的拉伸或广播体操就足够，无需设定过高目标。关键是避免让自己感到过度疲劳或压力过大。
这样才能持续受益。接下来要介绍第9个惊人习惯，不要只吃柔软的食物。这个习惯能显著改善体调，并大幅延长健康寿命。作者指出，许多人对60岁以后应该吃什么存在误解，尤其常见的误解是年纪大了就应该尽量吃柔软的食物，或者把食材切得很碎，这样更容易吞咽。然而，如果总是只吃柔软或几乎不需要咀嚼的食物，可能会导致咀嚼功能衰退。长期吃柔软食物会让口腔肌肉力量下降，咀嚼力和吞咽力减弱，结果咀嚼变得越来越困难，容易出现食物掉落、呛咳等症状。这些症状在最近被称为口腔虚弱。意为虚弱，指口腔，也就是说，只吃柔软食物会让口腔变得虚弱无力。虽然将食物切碎的做法确实是为了让咀嚼能力下降的人更容易进食，但同时也存在营养摄取不足或卫生问题。为了让老年人容易吃而特意准备的食物，反而可能削弱他们的咀嚼能力。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感冒卧床1周后，突然觉得爬楼梯非常吃力。这是因为即使短短1周不用腿部肌肉，肌力也会迅速下降。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不用的部分会逐渐衰退。口腔也是同样道理，如果总是吃柔软食物，自然口腔力量也会随之下降。因此，建议养成咀嚼硬食物并顺利吞咽的习惯。同时，为了防止口腔肌力下降，可以从现在开始做面部和嘴唇的运动。另外，练习绕口令也很有效，不仅能锻炼口腔肌肉，还能改善发音，使表情更丰富。通过锻炼口周围肌肉，可以维持吃东西所需的功能。目标是，即便到了100岁，也能用自己的牙齿大口咀嚼食物，像那些健康长寿的老人一样。接下来是第2部分，即便到了60岁，仍被误认为40多岁的人，全都掌握了这个返老还童的习惯。1、吃深色蔬菜，让身体抗氧化，保持年轻。想延缓外貌老化，就必须防止身体氧化，让身体不生锈。深色蔬菜富含抗氧化维生素 A、C、E 和多酚，如胡萝卜、番茄、彩椒、西兰花、南瓜、蓝莓、可可等，尽量生吃，可以最大化吸收营养和酵素，延缓衰老。2、停止错误护发，每天梳理头发。中年后，白发、脱发、发质变细是常见问题，关键是改掉损伤头发的习惯，如用毛巾摩擦、湿发放置、吹风机过近、固定分发线、频繁染发等。头皮护理同样重要，每次洗发时用指尖按摩头皮，并每天用防静电梳轻轻梳理1分钟即可。3、不放弃年轻打扮。60岁后，不少人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就不必打扮，但保持年轻心态和外表并不羞耻。研究显示，外表看起来年轻的人，免疫功能也更年轻。只需稍微整理眉毛，增加唇色亮度，就能显著提升气质。镜子和自拍可以帮助保持对外表的关注，改善心理状态。4、尝试指甲彩绘和非日常颜色服饰。很多60岁以上的人开始选择暗色系的衣服和不再打理指甲，尝试不同颜色的服饰和指甲彩绘，有助于保持外貌活力，让生活充满新鲜感和乐趣。偶尔尝试一点冒险，也享受时尚的乐趣。即使曾因为害羞或妨碍工作而放弃美甲的人，如今在60多岁从母亲或妻子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不妨再一次挑战美甲吧。随着年龄增长，不仅脸部和颈部，手部也会开始老化，手背等部位自然会出现斑点，但通过美甲，可以让手看起来年轻而美丽。不同的指甲颜色还能调节肤色，同时美甲也能提升心情。参考年轻一代杂志，尝试新的穿搭，不要只读与年龄相符的时尚杂志，有时参考年轻人杂志进行搭配，也会让人感到新鲜。打扮的年轻，让大脑也跟着焕发活力。平时不常选择的亮色服饰也可以尝试，即使缺乏勇气，只在店里试穿，
也能通过镜子看到新鲜感。如果有些违和感，这种刺激对脑细胞有益，有助于预防认知症。美甲和时尚中的小小新体验，都能让新身保持年轻。奇迹的年轻化习惯，笑让身心年轻。完全免费就能做到的年轻化方法，就是笑。医学研究表明，笑对健康非常有益。笑能激活额叶和神经细胞，提高免疫力，对身心都有好处。研究显示，经常笑的人与几乎不笑的人相比，不笑者的认知功能下降速度是前者的2倍以上。笑的过程中，会使用面部表情肌、腹肌以及呼吸肌，还能维持吞咽功能。同时，笑是会传染的，与他人一起笑时，不仅心情愉快，心智也会年轻化。积极的笑还能让气色更好，看起来也更年轻。笑带来幸福，而非幸福带来笑。有句话说，不是因为幸福才笑，而是因为笑才幸福。研究发现，即使是假装微笑，也会分泌让人感到幸福的脑内物质内啡肽。笑不仅能让人开心，还能带来积极的人际关系。希望大家在晚年也能过上充满笑声的生活。以上就是本书中关于延缓衰老、保持健康与年轻的核心习惯分享。无论是饮食、运动、睡眠，还是穿搭、美甲和笑声，这些看似简单的小习惯，都能让我们在60岁之后依然活力满满，身心年轻。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天开始，勇敢尝试这些惊人习惯，让自己的生活更健康、更充实，也更快乐。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